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节目先开始，欢迎来宾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干哥。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赶快来看到中东的战火现在升级，因为呢，我们来看到伊朗的方面，新领袖现在要开始展开正式的复仇战了。另外一方面就是波湾国家现在也陷入在震荡里面，会不会沦为全新的下一个战场呢？再来会看到中俄在这当中是否有暗中布局来帮助伊朗改写整场的战局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刚刚提到了，其实呢，哈米尼被斩首之后，最新接任的就是哈米尼的次子了。这位是穆吉塔巴，他也正式宣告了说，现在复仇的行动才正要开始。他是56岁的穆吉塔巴。那我们来看到这位是前美国的外交官，同时呢，他也长期研究有关于伊朗的问题。他是这样子评论的，他说呢，穆吉塔巴比他的父亲更糟，而且要更强硬，是这个接下来革命卫队的首选的候选人，所以他就会有非常大的仇要报。会要报仇的原因，也是因为穆吉塔巴家族中有4名的至亲都在这一场美以的轰炸当中丧生了，包括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妻子以及他的1名儿子哦。CNN 是这样子来描述的，他说穆吉塔巴本人也在战火中受伤了，是引述了来自于伊朗媒体的报道。但是呢，美国智库又在多家的解释，他说呢，穆吉塔巴现在整个人是躲起来的。以色列时报则是持续的说呢，其实从战争爆发以来，就再也没有看到穆吉塔巴了，这是来自于西方的说法，但是未经过任何来自于这个各方的证实。伊朗方面现在又做了哪一些动作呢？虽然看不到穆吉塔巴，但是他的持续的轰炸绝对是持续的。最新命令对美军基地跟以色列发动的第一波报复性的攻击，锁定的就是中东地区的美军据点以及以色列北部多处的军事设施都被炸了，这是针对于美以的攻击。等一下我们会持续的关心呢。同样的战火已经波及到了波斯湾地区的国家，有一些哪些地方遇袭？等一下我们会持续的来做关心。好，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是来自于西方媒体做的评论，说穆吉塔巴已经逃亡了，这是事实还是西方刻意放出来的一个心理战呢？强硬派的穆吉塔巴接下来接任所谓的新领袖，是否要美国跟以色列血债血还？战争是否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干哥又怎么看？好，穆吉塔巴他被选为继承人啊，说句实在话，跌破了所有西方对于伊斯兰的认知跟他们的这个什么，就说多年的研究心得，因为他就是世袭继承，而不仅仅是什叶派的神权会议，他们是不太希望世袭的，连哈米尼本身他都不赞成。他说：“我的儿子，我的后代。”当时他在世的时候讲的话，不仅仅是说穆吉塔巴他这个二儿子，他还有其他儿子在世的时候，他也不认为他是要接班啊，交棒给自己的儿子，因为他说我们最痛恨的就是巴勒维国王的世袭啊，他是世袭他的父亲，甚至他还要把他的皇位，然后在这个继位给他的儿子瑞莎，瑞莎现在是在这个国外流亡，所以他说我们是绝对不会赞成的。可是现在你要知道，国家处于非常时期的时候，为什么由88名高阶这个神权教士所组成的专家会议，终于确定还是由穆吉塔巴来出任？那就代表着一个意义，什么意义？在国家这么动荡危急之际，我们需要有一位具有领导分量的人出来。因为其实坦白讲一句，以穆吉塔巴他今年才56岁，太年轻了。其实，在这么高阶的神权的教士面前，他的火候是不够。当然，他是在就是在他父亲的那个以前的庇荫之下，他也是作为一位神权的老师啊，他也是专门在教授伊斯兰教，专门在教授可兰经，他所教授的教义，甚至会号称说比我们其他阿拉伯世界所教授的教义要更加的深奥，更加的精髓啊！所以他其实在神权方面，他的这个血统是不会容置疑的。然后他的家世又是哈米尼的儿子，亲生儿子，所以说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推举出来一个能够马上能够号令天下，能够让大家觉得说他是够分量的。虽然我刚才所讲的一些不利于他的因素，可是后来在专家会议里面还是被排除了。你知道这88位这个这些神权高阶教士里面，一个96岁的，一个是99岁的，这2位真的是就是说他们是最具分量的。他说那就是穆吉塔巴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国家现在需要一个这么有分量的领导人，所以他们共同投票选出了穆吉塔巴作为新的领导人。可是现在问题就来了，就是说，听说他在战争之中也受伤了，我觉得这是很可信的。也就是说，那个《华尔街日报》等等，他们认为说他不太可能在美军跟以色列联合攻击之中安然而退，对不对？你看。父亲哈米尼被炸死，母亲也被炸死，然后呢，他还有一个自己本身就是穆吉塔巴自己本身有一个女儿，甚至后来传出还有另外一个儿子，也就是他自己的儿子也死。这个儿子不是年纪不轻哦，已经20多岁了，快30岁了。也就是说，他等于是哈米尼的第3代了。就照这样讲的话，究竟是4个亲属在战火之中死亡，还是8个人？因为有另外的媒体，就是说伊朗自己本身的媒体说有8个人死亡。那这个因为没有办法核实，我们只知道说在空袭行动当中，穆吉塔巴他要全身而退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他受伤的情况怎么样？说一句实在，我也是认为说他可能受到了轻伤，而没有危及生命，否则他就可以继续的站出来发号施令。当然也有一些媒体在帮他缓颊，他说他现在只想活下去。我认为穆吉塔巴本身他虽然是比较年轻的领袖，可是他如果仍然受到原来的伊斯兰的原教义派的熏陶的话，他是不是会对美国跟以色列采取一样强硬的路线？但是强硬的本钱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新一代的领导人他会去估量，应该不会想象的像这个报道中说的那么的铁板一块。不过我是觉得他要赶快确定，赶快决定他要怎么样现身，不然伊朗会遭受到更大的袭击，然后他也会对海湾周边的国家产生更大的危害。如果连沙烏地阿拉伯说你再打我，我就会反击了。如果沙烏地阿拉伯也被卷入的话，那这件事情就更加复杂。我希望那个穆吉塔巴赶快出来讲出一些有力的话，可以安定一下整个周边的局势。好，对，目前为止，穆吉塔巴的人，其实在这一场美以战争发生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了，所以才会有一些外界的评论也说，这是不是西方的媒体在做的一些心战？就是说，其实穆吉塔巴本人到底有没有受伤，跟他现在是不是在逃亡等等，是不是西方的媒体在做心战？这个都还要进一步再做了解。但是呢，现在看到整体的这个战场已经不是止于美以之间的攻击了，现在已经波及到整个波湾国家去了。当时在7号的这一天的时候，伊朗的总统裴泽斯基安他才在7日说了，伊朗不会攻击波湾国家，并且对之前的行动攻击都表示歉意。但是5个小时之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立刻打脸总统，说总统说的这些话是错误的讯息，伊朗方面会持续的轰炸，并且我们会正式的开启圣战。那确实就可以看到9号这一天，在波湾国家被通报了有很多地方遇袭。好，我们来看到这当中包括有这个无人机飞到了沙烏地下巴油田被拦截，然后波斯湾的石油设施也被轰炸，巴林的海水淡化厂遭到攻击。这个海水淡化厂其实提供数百万人供水的，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再来就是沙烏地的住宅遭到军事物体给击中，还有人死亡。巴林夜间遭到无人机攻击，32人受伤。再来就是阿联酋了，工业区爆炸，卡达的首都也有多起爆炸，美国驻在利雅得的大使馆遭无人机攻击，还有科威特的高楼都冒烟。以媒也在这边做了披露，说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已经针对伊朗展开了回击发动的是首次的报复攻击，目标是他们的海水淡化厂。现在看起来，难道伊朗已经正式的对波湾国家开战了吗？那这些国家又会不会反击？大使又怎么看？第一个，我认为不会开战啊。
第二个呢，波安更不敢反击，因为这个虽然说以色列总统伊朗的总统有这样说，革命卫队反驳啊，我想就是说革命卫队的想法就是说，你不能说绝对你不会打，如果误击也不要道歉，就是这样，那打不打呢？除非绝对必要的时候才会打，要不然是不会打的，因为什么？他目标不是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到目前这些零星的报道啊，我看真真假假了啊，那伊朗的战略非常清楚，就是打在这个波安国家的美军基地跟设施，就是这样。那其他我认为都是误击。对，为什么呢？因为波安国家不会站在美国跟以色列这一边的，他们非常的脆弱，他们都是一群超级富豪在主导这个国家，他没有战斗意志的，也没有战力的，对不对？他只是说不要站到美国那边就好了。伊朗打这些国家的就是要警告你们不要站到美国那个地方，所以他一开始他们都讲我不让你用我的基地从这个地方去打伊朗，我都反对，包括沙烏地阿拉伯，我认为到现在也是如此。那他连美国用他的基地去打伊朗他都不允许了，他会自己去打吗？不太可能。为什么他会采取这个立场？因为他太脆弱了。我告诉你，他们这些国家虽然没有什么重点，可是到处都是什么呀？未爆弹。你只要打一个，你打一个飞弹，你打到它的那个储油槽，乒铃乓啷，一切都没有了。它现在储油槽通通是满的，卖不出去，通通是满的。储油设备是一个目标，打起来的话，真的就好，真的就那每一槽油都是它的现金啊。那另外还有什么？就是你的油田，油田被炸的时候，我告诉你，搞不好半年都灭不了。那个大火可是恐怖啊！这些国家是怎么样？看起来平常很风光，我说这波安很风光，其实他们泡着汽油桶睡觉，汽油桶随时爆炸，他们什么都没了。所以呢，他们不敢站在美国这一边，而且我觉得他们在背后是不然在美国拉美国的一个力量。对，所以伊朗只是威吓他、恐吓他，不会真正动手。真正动手就是已经要什么？就是说。已经是同归于尽的那个阶段，现在伊朗还不需要，不需要同归于尽。那所以现在美国事实上在打伊朗的所有的军力都是从2个地方出来的，一个是美国自己的什么？美国自己的航母战斗群在发动攻击，另外就是以色列去发动攻击。最近川普也讲了好多次 ，B1、B2 都出来了。B1、B2 通常都是从哪里？都是从美国本土出来。这个飞机可以飞1万多公里的。那再加个空中加油，对不对？它够了，它也不需要海外基地。为什么美国会有这种轰炸机呢？它就是要说我没有海外基地，我也打得到你。像今天这 B1、B2 就发生功能了，我也不要海外基地，我从我的 Colorado 这个空军基地飞起来以后，了不起中间。空中加油，我一趟就回来了。炸弹就炸得你叫你受不了。所以美国现在是怎么讲呢？他也不需要，他也知道你们这些中东国家。可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川普昨天开了一个记者会，只有一个讯息：战争很快会结束，不是战场打不过是油价他没办法忍受。油价已经冲到114了，拼命下，最高140下来了。那他一讲了以后，油价就下来了。他说今天晚上10点半他还要再讲一次，下午5点半嘛，还要在 Florida 还有一个记者会，那就是因为美国跟我东部时间跟我们倒反嘛，我明天早上就会知道他要讲什么。我跟你一句话，川普打不下去了。那他的女婿跟他的这个魏科夫，哇，他的大将要去跟内塔雅胡，为什么内塔雅胡犯了一个机会，他们要去跟他算账。讲好了不要打伊朗的石油设施，你去炸他的储油厂是什么意思？你要把我美国拖下去吗？对不对？去警告以色列，你打还是要照我的利益打。以色列反正搞成就搞得他一打伊朗的这个油设施，伊朗就去打中东的油设施，以色列又不产油，也没有油，他怕什么？他把世界搞乱。美国不行啊，川普要选举美国不要把全世界都去怪他，你把他搞成这样，欧洲的这个各国领袖已经在跟川普打电话，赶快停一下吧，不要再这样搞了。
对不对？你搞得我们大家经济崩溃。所以川普昨天记者会说，我跟普丁已经通过电话。然后呢，在前一次记者会，记者问他说，是他那个他现在能够点名都是他的朋友。结果那个记者问他说，听说俄罗斯已经提供这种卫星情报给伊朗在跟美国对抗。川普当场翻脸，他说。我觉得你过去是我的朋友，你过去很聪明，你今天问这个问题简直是愚蠢之至，怎么会在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呢？所以他最怕，他现在一切靠谁啊？他靠普丁啊，他要普丁去跟伊朗去帮他打交道了，现在已经在我认为已经在求和了啦。好，这个是美国方面这个川普的态度，川普想停战，但是接下来也要看伊朗愿不愿意停战，还有以色列愿不愿意停战。那同样时刻呢，我们就看到这场战争持续的进行当中的时候，中俄是否也加入了在这一场战争的角力当中呢？我们先来看到中国大陆的部分解放军海军的瞭望1号传出现在部署在阿曼湾国际水域来监督美以伊的冲突。那这艘船呢，又被叫做海上天眼，排水量带观众朋友稍微看一下，3万吨，能够在6000公里范围内追踪飞弹、卫星跟军事的活动。那目前就是如刚刚说的，部署在阿曼湾。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普丁也是力挺伊朗的新政权到底，说是伊朗最坚实的盟友。外媒也披露了俄罗斯方面持续的提供情报。有关于美军在中东的情报给伊朗，那这当中包括了军舰跟军机等等。尚志哥怎么看？这2个国家是否有帮忙伊朗？纽约时报有个报道，在此前就是说，他认为就是包括俄罗斯跟中国，还有他也点名朝鲜，跟伊朗的关系很好。可是为什么这一波除了谴责都没有具体的动作？但是真的没有嘛？其实就像刚刚前面大使所提到的，这次引起大家的关注就是伊朗怎么打那么准啊？你说在过去的12日战争当中，伊朗就是五煞杀，但是这一次只要一打完，特别是其他波湾国家的美军基地，打完不久马上公布卫星照片。那这些卫星照片你搞不清楚伊朗的，但伊朗当然有他们自己的所谓的间谍卫星在，可强到这个地步吗？我们知道这些卫星现在不只是事后拍照啊。它也可能在这种体系化作战里头指点去做精准的打击。这次伊朗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30轮的这个攻击当中打得太准了，准到其实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看一下这次打多准哈。所以我们看俄罗斯长期以来是伊朗在整个军事发展过程当中，他们的军事结构采用俄罗斯的东西是比较多的。可你说中国呢？大家一般不太讨论在这一次里头中国的角色，但我们来盘点一下。首先，中国从义乌开到德黑兰的中伊铁路，在去年2025年的5月正式开通。到目前为止，没有听到中伊铁路被炸掉，也就是每天其实中国到伊朗的德黑兰的源源不绝透过铁路运输。可是，在运了些什么，我们也搞不清楚。对，这个是很通畅，我认为是很重要。除此之外，在2021年的时候，中国跟伊朗他们签订了一个长达4000亿美金的25年的这个战略合作。那外媒欧美当中好像每年并没有真正交易些什么，可是你知道吗？伊朗没公布啊，中国也没公布，你哪知道人家真的做些什么？以及最近也有人认为，除了俄罗斯的卫星之外，是不是包括中国大陆的民用，尤其是吉林1号的农业卫星？最近大家讨论很多，因为目前来讲，它的高精度的东西可能不是俄罗斯的卫星能够提供的。吉林卫星它现在虽然才有100多颗，可是它每天在全世界地球任何一个地方，它可以拍35次到40次，所以而且它民用商业都可以买卖。所以中国到底对伊朗有什么样？可能不是在战事上给你武器、给你无人机、给你弹药，但是这些恰好就是伊朗非常需要，而且它这次看起来打美国打得这么漂亮，打得这么精准。这些听起来好像刚好得是最大的关键，所以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其实简单讲，首先伊朗这一次打破了我们对于以色列跟美军的这种单向情报霸权，伊朗也很厉害啊，没有输。第二个，重塑了这个战争的打法，比如说打美军基地。过去我们总会思考打美军基地，现在都觉得现在中国大陆打日本、韩国、菲律宾美军基地，好像马上就可以打了，不是吗？所以第三个部分还是包括相互感染的影响，包括现在普京现在在炸基辅的部分也越来越狠。以前不会碰，包括泽伦斯基的这个办公室，现在全部在打了。所以这种东西，其实在很多东西不只是谁帮谁，战争始终改变格局，斩首行动让全世界，包括中国跟俄罗斯也理解斩首行动。那么威吓本土，美国本土力量，像朝鲜也有核武，果然美国就不敢轻易动你。
因为从过去包括伊朗没有做，我认为这些都是在中国、俄罗斯跟伊朗之间的交互影响。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现在持续关心到是荷姆兹海峡变成了战场哦，因为现在伊朗呢持续的封锁在这边的全球的石油的咽喉，不对称的作战会不会逼死川普呢？全球经济在此刻开始拉响了警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在荷姆兹海峡封锁这个全球打起的就是能源跟经济战了，比子弹还要更致命啊！于是呢，现在最新消息的是以色列方面又出手了，以色列针对了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目标直指就是当地的30座的石油的油库哦。那么美军这个是美国的官员也私下做爆料说，华府得知到这个消息之后，整个大暴怒，第一时间就立刻骂了脏话哦。明显的就可以看到，美国跟以色列在此刻开始发生了很严重的战略上面的分歧，是不是美国根本拉不住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了呢？伊朗方面也不是好惹的，革命卫队在此刻开始针对美以进行了警告，说你如果敢继续攻击能源设施，油价到时候你们就要好着受了，会突破每桶$200大关。只要任何的国家他也示警了，愿意驱逐以色列跟美国的大使，就可以在这边行使完全的自由合法来通过荷姆兹海峡。我们要来看到伊朗的武器哦，还有哪一些？刚刚特别提到的荷姆兹海峡，现在呢就是要把其他的国家一起给拖下水，其他的国家就可以针对美国跟以色列给予压力。这当中，荷姆兹海峡因为掌握了50%的石油跟天然气，涉及的国家包括了这么多，沙烏地阿拉伯、阿联跟卡达等等，所以现在伊朗就是希望能够用荷姆兹海峡的封锁来对美以施压。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川普也立刻发出了警告，他说美国将会发动比目前为止更猛20倍的打击，针对荷姆兹海峡。如果伊朗你敢再阻止石油的话，就会做更多的打击。伊朗革命卫队也抛出了一个最新的消息，他说只要任何一个国家愿意驱逐美以大使，就会合法的让他可以自由的控制海峡。消息人士也特别说了，伊朗计划接下来要对波湾的这些盟国的油轮跟商船来征收安全费用。那么，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请教大使怎么看呢？这一套是来自于伊朗的不对称的作战，看起来似乎已经奏效了吗？这个事实上，伊朗封锁荷姆兹海峡这个做法，就凸显了美国在开打之前完全太轻敌了。他把这件事情把它排除在外。你都已经把人家的这个领导层端掉48个人，你会觉得人家不会封锁荷姆兹海峡吗？荷姆兹海峡被封锁以后，川普发表了一个军盲的演说，会让美国海军都快怎么讲啊？都快怎么样？都快昏倒。我要派船舰去护航。你怎么护？你这就是把美国的军舰送到人家枪口面前。那不要靠什么超高音速导弹的舰炮就把你干掉了，很容易就把你这个船干掉了。那不是把美国军舰拿去送死吗？荷姆斯海峡不是一个点啊，它是一条线啊。对，那美国也在考虑说，那我派地面部队5000个人够吗？你一个红海你都没搞定对不对？而且荷姆斯海峡这个现在就用了。那为什么川普现在昨天那么紧张记者会呢？事实上，石油他说这些我们根本他石油涨价小事情我不在乎。你川普不在乎，美国很多人在乎啦。对不对？包括他身边的顾问现在都在乎了，涨到110你就受不了了。人家要给你搞到200，快得很啊！我认为他讲的200就是说，荷姆兹海峡再挡不住的话，对不起，我就要攻击海湾国家的油库。油库你再不屈服的话，我就攻击油田。会不会这样做？当然会这样做。那他一步一步来的。你川普想到了吗？都没想到啊。
所以才会匆匆忙忙连续2天要记者会，然后丢出来一个怎么样？一个讯息，就是说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他只讲了这一点，他只讲了，他还有一点，可见油价，他说我不在乎，骗自己也骗世界。他刚说哎不在乎，他昨天还讲了一个什么？我现在已经取消所有的经济制裁有关石油的经济制裁措施。美国对很多国家就禁止你买油，禁止你卖油。美国不晓得有多少项，他盘点一下多的不得了。他说我全部开放，为什么？就刺激那个油价不要太过波动嘛。再波动涨到150的话，川普也不必选了，对不对？然后川普就真正寡人一个。然后这些你以为这些海湾国家会开始对伊朗报复吗？我告诉你，通通跟美国更划清界限。他们没有这个意愿去跟伊朗去作对，也不是伊朗的对手。你美国都挡不住他的飞弹啊，你叫这些海湾国家去挡，你不是开玩笑嘛？所以现在这个状况对美国真的是不利。为什么这么不利的情况会发生呢？我觉得就是川普一个人独裁，没有要开战，都是用赌博式的方式轻敌。我讲这个荷姆斯海峡，你看我们现在讨论成这样，世界已经大乱了。我只说下一步，伊朗就是说炸油田，看你怎么办。对，现在川普要担心的，除了国际油价持续的高涨之外，还有就是会不会伊朗接下来会开始炸油田？那就算川普先前喊出了说，任何的船只你通过这边，我们美国可以提供保护费，但是看起来是没有任何船只现在是敢通过荷姆斯海峡的。尤其最近又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在这个海峡10艘船遭到攻击，而且4起事件总共酿成了7人死亡。还有就是说，如果油轮真的被炸的话，到时候会有原油外泄的问题。又会引起更大另外一个层面的浩劫，干哥怎么看？绝对不能够炸油轮，你知道吗？大家认为说那个也不过是美国跟伊朗冲突升级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对不对？可是我可以告诉你，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在美军介入之后收复科威特，结果那个时候大家还记得吗？海珊政权就说放一把火把它全给烧了。你知道有多少油井起火吗？652处油井起火，也就是说，那也叫革命卫队，叫伊拉克的革命卫队。他们奉命在撤退的路上，他们就放了一把火，把科威特的油井全烧了。因为他们入侵不成嘛，美国介入嘛，那他们只好退回伊拉克境内。结果他们沿路就放火烧，沿路放火烧，你知道到最后，你知道总共统计的结果，他们烧掉了10亿桶原油，是10亿桶，他们造成的那个原油覆盖损毁面积达到了10万英亩，这么大的损害，你知道花了多少时间才恢复吗？5年之后，那边才开始有出现生物，很多。这些就是说环保的团体啊，绿色革命啊，他们去现场采集那个样本，你知道他们看到的很多被这个侵蚀的鸟类啊，以及原生动物，当他们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变成化石了。因为他们直接由石油浸泡之后，然后退去之后，大火这个浇灭之后，他们就变成化石，非常悲惨的一个生态浩劫。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川普你要实际一点，这个浩劫是会再发生的。如果它再发生的话，伊朗恐怕要比海珊还要厉害吧，还要更有效率吧。所以，如果真的逼得伊朗必须要使用破坏原油啊，就是攻击海面上的油轮，或者是攻击沙烏地阿拉伯、巴林、卡达。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这些国家的油田的话，见证者无人机是做得到的。如果做到那个地步的话，那就是无差别攻击了。可是到时候会对全球的金融业造成比以前1973年的石油危机要更严重的损害，绝对不是2008金融海啸可以比拟的。所以我认为当然了，你说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吗？我是认为说，川普你只要不要逼到
狗急跳墙，人家自然就不敢这样做。但是我们已经看过海山做的结果，那是真的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你知道那个时候那些志工们、环保志工们说，真的有一天被炸的时候，我跟你讲，邮轮被炸更恐怖，那整个海域都完蛋了。那整个海域叫做什么？叫做阿拉伯海，不是只有波斯湾而已。荷姆兹海峡只是伊朗拿来作为对抗美军的一个借口，到时候它的污染会污染到整个阿拉伯海跟阿曼湾，那它的生态浩劫就更可怕。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关心的议题。好，所以接下来会不会这个伊朗被美以逼急了，狗急跳墙，真的去攻击这些油田，让这一场石油的危机扩大？其实现在来自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一位是阿吉翁，已经正式的做出了示警。他说呢，如果战火扩大，全球经济可能重演的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现在欧洲国家也针对了这个美以的动作，开始做了大肆的批评。瑞士直接公开表示德黑兰的攻击可能违法的，德国则是怀疑整场战争的合法性。尚志哥怎么看这一场这个石油上面的危机，川普能撑多久？基本上，我觉得石油不会到变成一个严重的危机，主要是我觉得从川普昨天稍微感觉起来，他说这个要打完，这个稍微态度一出来的时候，整个油价的部分就立刻一路下跌。那从118块钱跌到现在，我们录影的时候是93块，所以跌了20几块美金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就觉得那个期望值在。我也特别关注到现在在石油的期货有就是对3个月之后的你的预估，现在对于石油的期货是88块，甚至比现价更低。所以大家认为3个月之后应该就会回到88块。当然这是众人的期待，不见得是事实。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来看现在包括伊朗的态度。我认为伊朗现在慢慢对于荷姆斯海峡，除了像中国等等的船只可以经过，他最近的说法是说，所有你只要是跟以色列跟美国断交的国家都可以考虑让你经过。所以我认为大家都是在开口子了啦，都知道这个严重性。毕竟我们讲说石油的原油，因为能源对于全世界的物价通膨，没有一个国家，地球上没有一个角落能够逃脱它的影响。虽然川普都是说这是小代价，在此前，可是这2天我们每一天看到川普对于油价的那个压力感受，从他接受访问当中就可以感受到了哈。而且现在这种能源的部分的震荡，我们来盘点现在。首先，对于美债这一次当中，过去来讲战争都会逃到美债这一次完全没有任何限定，因为美国你就自己打仗的国家，美元一开始涨起来，可是美元后来也是后继无力，大家并没有特别要抢美元，因为觉得美国就是这个蛮为追亏。然后我们看美股的震荡程度，联想我们像台北股市能够一天大概震荡跌2000点，然后再拉回来一点点，都动辄全世界都是这样子。日本，尤其日本、韩国等等亚洲地区受到能源影响的国家，所以大家在这里头不是跟着震荡，一方面被震荡，一方面在调整。我认为这跟过去不太一样，可能5年前、10年前，你只要能源发生战争的情形之下，大家都无能为力，就眼看着这一切。可是历经了最近那么多战争，我觉得资本市场，我看全球都是那个调节力跟调整度，或者逃到别的地方去稍微潜到那方躲一躲。再这样，但是我们要注意，唯独这次要特别注意是中东国家哦，因为过去来讲，美国的经济是 AI， 而 AI 当中，波湾这些有钱的沙特这些国家是大金主啊，而且早前黄仁勋专门跑到那边要去建全世界最大的 AI 中心，不是吗？结果 Amazon 的数据中心被打了之后，大家全部撤光光。所以现在我觉得比较大的影响是，这波湾国家作为全世界美国最重要泡沫那个 AI 的，又是金主，又在波湾要做这个东西。原先这些计划都是好多钱 ，ChatGPT 的部分 OpenAI 也全部都去到那边好几趟了，但这些现在还会继续吗？波湾的金主也是支持包括非洲国家发展他们投资，以及跟中国很多的方面的经济架构，欧洲也是。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不是看油价，我现在是看这一次的战争对于波湾国家的投资实力，包括 AI 那个东西有没有缩手。如果那个东西一旦有缩手，包括影响了波湾的建制的话，我认为这是后面那一波真正对全世界经济的冲击所在。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
好，接下来我们关心，现在看起来川普是想要停战哦，但是又怕认输嘛。另外一方面，现在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算川普想要停战，但是以色列会不会拖他进入这场战争的泥淖当中呢？现在美国的网友很多人都已经上街示威的，希望能够停战，甚至发起了送川普的儿子上战场的这个各种的示威活动。那其中选举现在看起来共和党是要惨了吗？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本来现在看到的是美以伊战争是不是真的要结束了呢？原因是因为川普接受了电视台的广播公司专访的时候特别讲到，他说这场战争打得非常的彻底，差不多可以结束了。尤其伊朗他没有海军，没有通讯能力，没有空军，我们美军的进度是远远的超前的。但是现在关键来了，他说完这些话的时候，他又说了，我们赢了很多，但是不够。记者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个本周似乎还不会结束战争，现在看起来是不会结束战争的原因跟纳坦雅胡有没有关系呢？因为现在专家也做了一个分析，总理纳坦雅胡他想要打垮所有的敌人，其实不是只有伊朗而已，还包括了黎巴嫩真主党，甚至是胡塞组织。所以说，并不是川普一个人可以决定的。甚至川普之前就曾经说过，何时结束战争是他跟纳坦雅胡双方共同的决定。好，不过呢，伊斯兰革命卫队针对了川普讲了这么多话，也出来呛瞎。他说呢，未来决定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是不是美军结束的，是由我们来决定这场战争何时结束。伊朗的总统也说，要求德黑兰无条件的投降，根本就是痴人说梦。再来看到伊朗的外交部说，只有在确信未来不会再遭受攻击的情况下，他们才会结束战争。川普对于要不要停战说法，其实看起来还是反反复复的。重点是不是又被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牵着鼻子走呢？他可以，他也敢对纳坦雅胡说不吗？大使怎么看？所以他的那个魏科夫啊，还有他女婿啊，都已经要到以色列去了。会不会一下飞机就先标三字经？不知道，对，因为事实上以色列不讲武德，对不对？打这个伊朗的油库，这个应该是他们事先约好的，不要去动油库。以色列单方面啊，自作主张去打，所以才会美国的官员气急败坏啊。一破我布局啊，我不想把这个事情蔓延到这个石油方面这一部分，你不要去碰它。结果以色列照打，所以以色列方面传出来啊，美国国防部官员一打来就开口就三字经了，对，所以呢，川普当然是很火大了。那而且川普才不是受以色列节制，川普是听华尔街的。华尔街怎么做、怎么说、怎么做，对，那他才能。川普又喜欢打电话，我告诉你，打电话是最笨的，你会被受到人家立刻给你一个压力。你喜欢打电话给欧洲各国领袖是吧？欧洲、欧盟10个国家的总理打电话找你，就说这件事情不要玩过，你玩过你去搞石油啊，我告诉你，我们本来就不太支持你搞石油，我们就反对了。就是这样直接讲啊。虽然你要天天跟人家打电话，最好人家大人物都不轻易接电话，就怕你话一丢你就走了，对不对？警告人家就是你喜欢接电话，人家就好警告你嘛。所以川普给自己很大压力，所以他立刻他就出来说，战争很快会结束，对不对？人家记者第一个问题说，你说很快会结束，你前2天你这些战争部长还说他要打4周了，对不对？那现在很快是多快？那川普也不敢说很快。我们就看他明天早上他怎么说，对，看他怎么说。这个事情啊，以色列内塔尼亚胡，你要真的这样玩的话，内塔尼亚胡川普绝对跟他翻脸，绝对跟他翻脸。对，所以这个基本上先把内塔尼亚胡稳住。内塔尼亚胡如果是要自己干的话，那美国很简单啊，我本来还帮你防守你的上空呢，那就你自己看吧。美国对乌克兰不是这样吗？你不听话，我就撤走对你的军事支持了，武器也不给你了。以色列嚣张这么多年，就是靠美国啊。对，搞到最后他认为是什么？他认为是美国靠他，所以现在就变成这个尾巴咬狗的事情少干，是尾巴就不要去咬狗。那时候小布希公开讲说，我美国人要不要打仗，美国决定。你要把它拖下水，没有那么简单啦。是，所以现在的状况就变成你一碰到油，这个事情
就这难搞了，对不对？你看伊朗这么小心，我封锁荷姆斯海峡只打了一艘美国的油轮呐，对不对？也没有把它打沉啊，打伤一下，大家都点到为止。你要玩真的时候，就是玉石俱焚了，而且你美国也会被烧得很惨，那所以川普现在真的紧张了。我觉得对他来讲，他要收这场战争的话，伊朗已经说了，你要保证未来不对我攻击，这都是谈的啊，这都是可能的条件之一啊，那就川普来讲的话，川普跟中国大陆干到最后说我们现在进入休兵，到最后一样对伊朗说我们休兵1年，我休兵2年，对不对？川普会这样做的，川普是一个很灵活的一个商人啊，非常灵活的，那只要对他不利的时候啊，那会让他付出真正的重大代价的时候，他马上就转了，这样战争啊，我认为说停就停了。好，所以川普不太会受这个纳坦雅胡的摆布。这件事情的起源就是因为以色列去炸了伊朗的30座的油库，所以美国非常的愤怒，就骂了这个国骂。但是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美国希望扶植在伊朗这边的亲美政权有这么的容易吗？尤其现在经过了这一场这么激烈的战争之后，民众还接受美国吗？干哥有怎么看？这就是最难的地方嘛，这也是你川普做不到的地方。理想总是很美好。你想要扶植一个亲美的政权，谈何容易？为什么？因为根本没有条件嘛。这个国家只是你美帝没有办法渗透的一个，它不像伊拉克它也不像约旦这伊朗好，我们直接讲，它就是铁板一块。你非当地人或者是就是说了解当地的人，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接近那个权力的核心，所以。老实讲一句，美国这样做，坦白讲只会引起反感，而且他引起最大反感，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他这一次动手没有告诉任何盟邦。我在2月28号那天要动手，讲个小故事。意大利的国防部长现任的他那时候人在哪里？人在杜拜，就飞弹打过来了。他说怎么回事？原来他就在饭店里面，虽然没有，你知道那个他处在的饭店，我们就不讲哪一间了。但是朱美拉棕榈岛，你知道吧？那是新月型的，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对全世界的骄傲。你看，我填海造陆造出一个棕榈岛饭店，那里有3家饭店，他在哪一家我们就不讲了。真的，那个飞弹不是飞弹，那个无人机就打到了他的饭店的外面，他吓一跳，他说：“身为国防部长，我不知道我的盟邦美国干了这个蠢事，然后你要干可以啊，你跟我讲一声嘛。”我赶快回去嘛，结果没有。他同时也是在这个受惊的这批旅客的名单当中，意大利的国防部长真人真事，所以你就晓得说，你根本没有通知照会我们这些盟邦，你就动手了。回想起1991年跟2003年2次入侵伊拉克，都是盟国都是美国你是大哥，跟你一起跑，我们坦克运过去，我们战舰过去。你看，这次你出兵那个伊朗，没人跟你啊，只有以色列而已啊。而且老实讲一句，你要看以色列的脸色，那其他国家怎么会同意呢？法国第一个就不同意，瑞士也讲了，这犯了战争罪嘛，这违反国际法嘛。其实有更多，英国不敢讲，为什么？英国永远不敢讲，他心里这样想，他不能讲啊。法国敢讲，其他很多欧盟的国家都不认为这是一个师出有名的，是正义的。然后伊朗虽然可恨，但是你应该要用外交手段来解决。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就是中美这个川习会要展开了。王毅外长讲得很实在，就是说你不能就这样跑出去打人家嘛。那你打人家，你要的结果是什么？你得到了你的结果吗？好像没有。然后以色列又炸了30个伊朗的那个储油库，美国就觉得说奇怪。那个是民生用油，你不能炸油库啦。然后内塔尼亚胡根本不理你，我要干嘛就干嘛。这些油库有可能转为军事用途，我把它炸了再说。问题是老百姓也受其害。内塔尼亚胡是不管你的，啊，川普只能够认了。那川普认久了以后，我跟你讲，就会更被欧盟所讨厌。为什么？只要到了，刚刚大使说，现在一桶113，已经快要到129了，超过129了，我就跟你讲。那就完蛋了，那就代表说什么？世界的经济就会被瘫痪了。所以，川普你还是要算盘还是要打一下，可以这样做吗？我觉得真的不值得。
好，针对于这场战争，不只是看到美国的盟友对美国表达不满之外，现在呢，美国自己内部也重新做了一个最新的民调，就是开战之后，大家对于川普他去打这场战争，还有处理伊朗的方式做的民调，都是超过50%的民众表示非常的不认同的。那么现在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权威的赌盘预测机构 Polymarket 的最新统计，他们认为民主党获胜的几率高达了85%。我们现在也看到，在美国各地现在出现了非常的多的反战示威哦，其中一场示威是有上千人的一场示威，他们就高举牌子说送川普的儿子拜伦上战场的一个联署哦。那现在网络上我们看到的这张图片哦，是网友特别制作出来，就是他的儿子上战场的各种的照片，他们把它拼接成一个海报。那上次哥又怎么看这个？对于期中选举会有很大的影响吗？如果照这样下去，川普的其中选举共和党的部分真的不妙。那这些东西都是环境记者的创意。但我们通常来讲去观察，现在美国媒体基本上也都是每一个月甚至每2个礼拜就做一次川普的主要的民调。那这次特别对于这次美伊战争来讲，超过67%的民众认为，就都超过60%啦，就认为油价会持续上涨，或认为这场仗还会继续打下去。但是支持打这场仗的美国民众对川普只有不到30%，29%而已。所以最后我觉得一切的东西，真是国际上油价，当然这些东西都闹纷纷，影响很大。可是拉回到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子的其中选举来说，最后都还是跟人们的生活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了。所以在现在这波民调当中，人们在意的其实并不是这场美伊战争，是在意的是美伊战争跟油价带来的通膨的影响。比如说，在最新的这个月刚刚过去的统计，美国的失业率基本上又上升了4.4%哦。所以这种失业部分的波动虽然都是有的，可是一旦有能源的危机产生了更多的影响，会不会更严重呢？以及我们在里头看到的部分是，这些虽然都是一个论辩，政治的论辩，但地方的这些其中选举还要拉回到地方上的民主党、共和党的这一些大家互相的搏斗。目前统计起来，对于共和党或对于川普长期的整体的不满，并没有让民主党大家觉得助来你民主党。可是呢，在某方面以德州这个民主党大本营为例，你会发现主要还是他的移民跟边境政策，有大量的拉丁美洲人流到民主党，好像这次会压制在德州方面的这个共和党参选人哦。所以就是说，真正在其中选举里头，跟台湾一样，很多 local。地方上真正这个人比来比去的东西，大环境的因素会有影响，但那些因素往往都还是民生议题，通膨或者是失业的这些，不见得延伸到这个国际局势啦。但目前整体来说，看起来，我想赌盘已经告诉大家了，目前这个情势，而且以美国过去来讲，其中选举大概8月以后就已经是非常非常血腥，在那个地方争斗了哈。所以坦白讲，这个。川普最后要拿出一些对他的利多，好像没几个月哦。那川协会能不能拿到一点点？其实有首歌叫做《我该拿什么东西来爱你》。对于美国来讲，我该拿什么东西来投你？川普跟共和党可能接下来只剩几个月时间而已。好，谢谢上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关心的是伊朗已经够扎心了，但是川习会啊，川普这次希望是千万的不能够搞砸。我们要来赶快把目光锁定在本月底的川习会即将要登场了。先来看到中国大陆的外长最新的喊话，他说今年会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大年，中美的高层交往的整体的议程都已经摆在两国的桌面上了，确实是这样，因为在不到3周的时间，美国总统川普就会正式的去北京，和中国大陆的主席习近平来举行新一轮的这一场习川会。那在此刻，我们也看到本来要举行的这一场军演，也就是美韩的自由护盾军演，现在也确定这个规模是已经明显的缩小了，就是因为他们不想在川习会前有这种可能刺激国际局势的一个动作。那么确实，中东的战火现在让美国是倍感压力的，军事行动的冲击也冲击到了许多的层面，包括了全球的能源市场等等。刚刚提
到的油价飙升、盟友不满、国际舆论的分裂，都让川普倍感压力。所以呢，这一次的习川会，他也希望好好的表现，不只是美国需要中国大陆，其实中国大陆也需要美国。这一次在习川会前面双方的谈判，我们来看到会来如何交换条件呢？首先这边可以看到是美国希望中国能做的事情，跟中国希望美国能够做的事情。美国希望中国能够买美国的能源、黄豆跟波音客机，并且减少购买俄国跟伊朗的石油。中国希望美国来降低关税，放松对科技的管制，特别是在晶片设备上面的限制，并且政治上说希望能够停止干涉台湾的问题。市场现在也有最新的传言了，说美国的波音可能会获得中国大陆500架客机的订单，这个将会是峰会接下来会特别做谈判的一部分。王毅特别喊的中美今年是关系大年，代表说今年会是中美关系很重要的一个调整的一年吗？那他也特别提到了说，接下来要管控分歧、排除干扰，是在对地缘政治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情来释出一些的讯号吗？大使怎么解读这当中的文字？中国大陆这个外交基本上是现实主义外交，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俄乌就是说这个美伊战争会影响到中国大陆跟美国关系多少多少，谁有利谁无利。我觉得这都是小国的思维，小国都是在那边投机取巧，钻漏洞。大国是立规矩，然后呢立威信，所以中国大陆是标准的大国外交，立规矩，立威信，自己讲的话自己身体力行，不会自己讲的话。另外一方面就是什么自打自己的嘴巴，所以你看这次王毅的整个的这个记者会讲那么多，他非常的谨慎，他所有都看稿，21个题回答全部看稿，尤其谈到这次美伊战争，尤其谈到台海的问题，尤其谈到日本问题、俄罗斯的问题、欧洲的问题，这个每一个他都是非常字斟句酌。在讲到美伊战争的时候，里面没有提到美国这2个字，也没有提到伊朗这个字吧，他只说大国要怎么样，对，然后他也没有明显的，他是站在他既定的所谓的中国大陆外交政策总体就是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要用战争方式解决问题，冲突都要怎么样？停火，然后止战，然后呢，劝和畅谈。中国大陆就这几样，所以他不会在这个时候去选边，去怎么样，去拱火，完全没有火气。即使批评你，也是告诉你说这个拳头大并不表示你的道理就比较强。那他也没有说美国他从头到尾没有用美国，那对日本也是一样对不对？他是都从全面的角度看问题，跟自己过去讲的话都怎么样，不要相互抵触。这时候不会喊打喊杀，所以这个叫大国外交。大国外交是树规矩、立威望，然后呢有持续性，不相互矛盾，然后要经过各种冲突的考验。所以这是王毅这次的这个出发点，就小国天天怎么样也不是小国啦，那种小的角色就根本就是怎么讲呢？偷偷摸摸跑出去逛一圈回来宣布胜利。对，这个是不出于道理计的这个差距啦。那我觉得对中国大陆美国关系就是重要，很简单。不过这边这个排序我认为现在已经改了。第一个，美国希望中国做的事，川普会希望美伊战争中，中国大陆要替美国讲话，尤其会提出一个要求。川普上次记者会已经讲，伊朗呼吁伊朗不要封锁荷姆兹海峡，美国会提出这个要求。是好，这是美方现在同样也是面临的主要的问题，就是希望中国大陆是不是能够在美伊战争当中来做调解？因为川普此刻面临的3大危机，除了在中东之外，还有就是俄乌持续的交结，跟全球的能源跟经济危机。那接下来中美之间的交易上，这个又怎么看？现在有关于这个川习会，大概全世界在除了这个美伊战争之外，大概最受瞩目的，美国已经代表3位数已经到了，现在就在谈。目前已经有说法说，其实并没有受到这些美伊战争的影响，因为所有这次川习会的部分真的是非比寻常。那中国大陆现在日期还没有具体的宣布，
形式现在有传出说，比如说美国方面有传说，这次可能来500人哦，有巨大的团队，然后这里头要分好多细节的谈判，这也是过去中国没有经历过的。原先中国大陆要希望安排他去，比如坐高铁啊，去上海，美国都不要，就只到北京。所以这里头还有很多无论形式跟内容的谈判跟拉扯，我认为还需要一点时间啦。因为川普来，坦白讲，川普有个目的，就是来这个地方，他要拿到一些对他其中选举有帮助的条件回去。政治目前那些不管，但最终核心一定要打赢选举，因为目前看来他真的吃瘪，所以我认为这次川普希望能够要的东西是更多的，包括一些可能政治立场跟政治声明。但我认为中国大陆是长久以来，因为今年是这样子，现在还在北京进行的包括人大跟政协的两会，12号之前就要闭幕了。今年是15-5，整个中国大陆对内部的国家计划，包括两岸开局，而且到去年2025年当中，已经表达了要推进两岸统一。所以在这个川习会上来讲，其实大家关注的部分，我们在台湾关注有没有谈台湾问题。但我认为像大使说的很重要，就是说大国之间，中国大陆还有个格局，大国之间中美关系一定还是以核心要维稳。那个稳的东西，其实上不可能会改变，怎么样都是会稳。但是呢，因为中国大陆，我认为这次也会真实的对于川普当面表态，因为上次在釜山没有谈，就是中国大陆的底线，台湾问题作为底线红线，中国大陆一定也要一个东西，不可能没有要东西的。所以台湾问题作为底线，要维稳，这是我们从台湾关切上，当然这样会谈的范围非常非常多。所以总体来说，还有包括15的这个部分的推进，目前看起来，在那么多英国啊、加拿大去的时候，中国大陆并没有开放15-5，让外国进中国投资发展，这个还没有。那对于台湾方面也有讲说，有一点点可以啊，台商来。所以这里头，中国大陆未来5年的建设开局里头，会不会让一点点给美国呢？这可能也是可以谈判的条件。好，那干哥又怎么看呢？因为我觉得因为老实讲一句，你看这次好像这阵仗很大，声势很高。可是，在华府的智库就认为说奇怪了，我们怎么没有看到？你知道吗？因为像这种川习会这么大的两国元首要见面他前面的 paperwork 有多少？你知道？智库就讲了，我们没有看到，只剩下1个月不到，到现在还没有在进行。到底名单是谁？当然你知道那个贝森特卢特尼克像这样子。财政部长跟商务部长是一定会去的，其他人呢？要谈什么？这么多题目你说黄豆、能源，还有芬太尼连芬太尼的关税都要去谈呢，因为本来是10%嘛，现在连川普说，我要去访问你了，芬太尼的10%取消，那不要变多少？那我想请问你一下，国土安全部要不要拟议这些 paper 去说，看这个条件可不可以，对不对？你总是要先给川普过目嘛，没有，所以他说这叫做不断缩水。白宫的幕僚在消极对抗，为什么？因为你现在讲什么，川普都听不进去。川普现在很忙他每天就管着伊朗就对了。所以你现在跟他讲说我们要去访问大陆了，要讲些什么？其实老实讲一句，川普觉得那不是重要的，可是他可能过了几天之后，突然醒过来说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发现中国可以让伊朗回心转意，或是改变心意。像大使讲的，也许荷姆兹海峡不要攻击油轮，就是靠中国出面一句话。这句话他总算是想对了，非常有可能。为什么？可能就因为王毅的一句话，伊朗可以先暂时压下他的怒火，而不要这样干。为什么？因为中国对他是有实质影响力的如果说中国不给很多资源的话，伊朗在战争上面是很难打得下去的。所以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的话，中国它的作用就非常明显了。王毅这次他也讲清楚了，我们不走霸权之路，我们就说我们绝对不让人家会觉得说中国一旦强大起来的话，就想要介入。